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针。点针它也叫切针，也叫缝眼针，还叫珠针。日本把它叫为刺子针。那么这个点针呢，早期的时候是缝衣服用的，后来慢慢的和刺绣共用。它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出土的这个战国时期的点针绣是绣在皮革上的，这样的一个实物直接的给了一个证实我们的点针绣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战国时期那件出土的文物上面可以见证那个时期的点针就已经非常成熟。那么到后期这个点针用在刺绣上面，同时也可以跟缝纫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始终是一个在刺绣里面是一个辅助针法，就是起着一个配角的作用。渐渐的在人们的实践当中发现了它可以做美化，可以做进一步的提升，因此也使点针绣登上了刺绣的大雅之堂。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件，因为比较老了，所以不太好从袋子里面拿出来这样子大概看得清吧。这个就是一件清代的点针刺绣品，看见了吗？很细腻，都是用小小的点针绣成的花样。牡丹花，这边看得见吗？看得见啊。这边是个蝴蝶用短针，用小小的这个点针绣的。因此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点针其实一直追随在我们的刺绣作品里。我们看这双鞋垫，从这双鞋垫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点针来纳起来的我们叫纳鞋底，对吧？它是起着布与布之间的缝合和加固的作用。慢慢的人们在实践当中发现，这个点针呢，它也可以形成花样，形成花纹。比方说3个一组形成一个雏藻型的，就叫雏藻针；4个一组形成一个桂花型的，桂花样的叫桂花针；还有5个一组、6个一组形成一个米字形，那么它叫米字针米字点针。看这个肚兜兜的这个缝合，我们就见证了它是一个缝眼针点针的一个初期的缝合作用。那么在这些个花样里面，尤其是这个宝宝的衣服，一个单一的蓝颜色上面绣了一些浅色的点针，米字点针米字点针。这个裤子上面用的是桂花点针，这样就很丰富，觉得它这个衣服就是件花衣服，裤子也是一个花裤子，而不是单一的一个色彩的裤子和衣服了起着加强美化的作用。还有这个围沿，宝宝的围沿，那拼布的部分呢，基本上全是用的点针拼合的，看得见吧？那么在一些花纹的部分、花样的部分，比方说这个莲花它里面有些细细的经脉用的点针，这一块花纹用的是点针，也是让一块单一的紫色的布有了颜色的变化因为点针的作用。因此到了后期，点针它有了更广阔、更多样的这种表现功能。从一开始
这样的一个单色的点针的刺绣花纹。慢慢的，它可以绣各种不同的图样。这个点针除了一色的白颜色的点针绣，公鸡的冠和角有了一点颜色的搭配，因此使点针就不再那么的单一，颜色不再那么的单一，看上去就会比较丰富。其实点针，除了它的这种针迹上面的变化，刚才说的除藻针、桂花针，还有米字针、蚂蚁三针跳蚂蚁三针跳用在拼布上面比较多。你看这个蚂蚁三针跳，它既美化了这个布艺，也省工，它不是整个的缝合的它起着一个美化的又省工的两全其美的这样一个作用这都是实践当中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非常宝贵，为以后的点针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慢慢的，人们把点针呢，也能够很艺术的去应用。比方说这个一个，它不仅是绣了一个轮廓，用点针表现轮廓，阳面就是一个轮廓，但是有阴面的地方呢，就是用比较满的点针绣制来区分一个图样的阴暗面，显得更加的艺术。还有点针，它让它有疏密的变化，而不是均匀的走针疏密，你看这里比较密，慢慢的析开慢慢的疏，就是疏密的一个变化，使这个叶子呢看上去线条既优美又流畅，不那么死板接着它还会用色彩来丰富点针，像这件作品点针作品，它就有比较多的色彩，表现，它一点都不输于用其他的针法来表现的刺绣。点针除了这个刚才说的疏密还有虚实，那么再有什么呢？再有就是粗细来表现。你看这个上面，有的用的线是比较粗，有的用的比较细，这也能表现出点针作品的层次感。这一个更明显一点更明显一点。中间的字绣的是用比较粗的点针，周围的幅边幅是用的比较细的点针，这样呢它就有个轻重之分，有个主次之分，增强它的层次感。所以点针在整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当中，它是在不断的开拓，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所创新，从单一的一个缝纫针缝眼针，发展到它的可以疏密，可以长短当然它点针也不能太长不能长于，至少不能长于3毫米。那么再有色彩的加入，就使它呢更有那种美术感。这个一个就是色彩丰富的来表现一个图案。
点针能够表现图案是无疑的，同时它也可以表现书画的。这个一个就是用点针表现的一幅兰花，是不是也很漂亮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点针都很简单嘛，就是直来直去的缝衣服一样的小点点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发动自己的这个想象，那么把这个点针呢绣的符合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件作品，是不困难的。刚才说到我们的点针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点针它的运用，早期就是用在服装的缝合上的，后来慢慢的它可以跟服装的缝合分离开，既可以跟服装结合，也可以单独形成点针这个一个特色的刺绣风格。刚才讲到点针，它是早期是为服装服务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缝纫的跟生活当中的使用品相结合鞋底啊、鞋垫啊、衣服啊等等。那么后来慢慢的，它和这个缝纫的针法里面分离开，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一个特色的点针绣。那早期的时候，你看在我们吴越的这个服饰上面这是一个吴越风格的腰裙，它的这个两端就是用点针缝合绣出来的花纹，既起着这个加固的作用，又起着美化的作用。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像松紧一样因为它用这个点针呢把布抽起来，松紧一样，像裙一样的有美感，对吧？加上有色彩，这是一个女士的这个吴越的腰裙。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男士的腰裙，当地叫竹袖竹裙，即围在这个腰上的。以前这个里面男士的里面穿着裤子，外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腰裙围着。那仔细看，它也是由点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个的折剪，是吧？那就是缝绣共通的这样一个针法。到了当现代，人们把点针可以说是用的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这个是一个领带，领带上面的图样都是用点针绣出来的，很精美。这件点针作品上面综合了点针的很多的这个特点和它的针法表现，既有疏密，又有粗细，也有蚂蚁三针跳，也有这个除藻针、桂花针，有粗有细，有疏有密，一个图案很漂亮。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做成的包的那个配料可以做成一个背包。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这些点针的发展、点针的作用、点针的特色，大家就此对点针有所了解了吧？现在是不是可以区别我们的点针跟日本的刺子针了呢？好了，谢谢大家，下次见。